入夜，你发现村子里出现了浓郁的阴煞之气，你遭遇袭击，身陷重围。你想要逃出村子，却发现始终在原地打转。最终，你在村民化身的怪物攻击下力竭而死。模拟结束，你可以选择以下的其中一项。许灵死了，6名炼血境武者带领的商队竟然只跑回来2人。看着模拟中显示的信息，你心中凛然，阴煞之气积聚的村子果然可怕。现在倒是不像之前那么缺钱，反倒是阴气不够了。按照元破珠现在积攒阴气的速度，你最多1年模拟2次，这完全不够。前往那个阴煞之气积聚的村子，应该可以让元破珠吸收大量的阴煞之气。想到许家那个炼血境武者能够活着出来，你觉得那个村子也不是绝对的死地。还有8个月的时间缓冲，还能再模拟1次。你觉得等下次模拟结果出来，再考虑是否放弃。注意力回到了系统面板上，你选择了第2项。属性点+3。思忖片刻后，你决定修炼血灵册，毕竟第1层圆满就能让气血增加1倍，明显比养生诀更好提升。你沉下心来运转血灵册，只见原本白皙的皮肤表面出现了如同蛛网一般的血色纹理，气血增加了将近1半，运转速度也快了不少。这样的实力，你有信心击败2次换血的炼血境武者。血灵册能够控制野兽，你看着墙角的鸟笼中7色怪鸟，眼神一亮，你用刀刃在它的爪子上轻轻地划拉了一个小口，随即运转了血灵册。片刻之后，你感受到了一股夹杂着抗拒和恐惧的情绪，来源正是7色怪鸟。随后一阵七彩光芒，7色怪鸟突地化作一个身材娇小的少女，蜷缩在木床上，正眼泪汪汪地看着你。你瞪大了眼睛，你是鸡？不，我是说你是刚才那只鸟，你是妖怪。少女将身体完全藏进不清之中。我叫玉娘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变成一只鸟。通过血脉的联系，你发现对方没有说谎，而且你注意到系统面板的武学栏下方多了一些数据。姓名：玉娘，冰与鸟半妖，功法无。想了想，你决定先安抚少女情绪，再打听消息。这样吧，你要是害怕，你就变回鸟的样子，可以吗？我试试。玉娘怯生生的，不一会儿又哭丧着脸。不行，我饿了，没有力气变回去。闻言，你继续安抚道：“我去给你买点吃的，顺便给你买2套女孩子的衣服，你在家里等我好吗？”玉娘点点头。你将房门带上，在成衣铺子买了2件女士的布衣，接着又买了2斤猪头肉和5只烧鸡。回到家，你将衣服递给玉娘，等她换好后，你这才询问起来：“现在可以说说你的情况了吧？”玉娘点点头，低垂着脑袋。我记得我家是在楚国的一个小山村里，村子很穷，靠着种地和打猎勉强度日。后来一伙山贼来到了村子，他们抢钱抢粮，大家都逃了。爹娘为了保护我，被杀了。我想不起来了，我为什么会变成一只鸟？我不是妖怪。你走到玉娘身边，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，想不起来就不要想了。我不会白吃白住的，我会做饭，可以做很多事情，娘都教过我的。第2天，你带着银子去找许灵，跟着门房进了后院，你才发现苏韵也在。许灵见你，面色一喜，起身小跑过来。韩师弟，你也凑上去。许师姐。说完，你又冲一旁的苏韵点了点头。苏师姐。苏韵嗯了一声。3人坐下，你的视线瞥向了2女身后的丫鬟，冲许灵使了个眼色。苏韵见此眉头紧蹙，这韩师弟难道又想跟许灵借钱？之前索取清风伞就已经很过分了，现在又来，实在是得寸进尺。他正欲出声，一旁的许灵便已经先开口了：“春桃秋菊，你们先下去。”随后，许灵看向苏韵，见状，苏韵不满地轻哼一声，冲着身后的2名丫鬟摆了摆手。你点点头，从怀中掏出200两银子，这是欠许师姐的银子。许灵面露惊色，难道韩师弟你们真的？你点了点头，是的，厉前辈成功斩杀了那名邪道炼血高手，这次多亏了师姐的帮助，至于欠许师姐的人情，我只能待日后再还了。许灵瞪大了眼睛，一时语塞，苏韵也不禁侧目。韩师弟，听你的意思，那位厉前辈并不属于任何势力，你跟他关系很不错是吧？一位能够斩杀同阶的炼血境武者，如果能够加入苏家，绝对能让苏氏商行的生意做得更大，他的父亲以后在主脉的发言权也会更高。听了这话，许灵也反应了过来，神情希冀地望着你。他2哥许靖现在毫不掩饰地针对他，除非他能突破到炼血境，否则一旦竞争家主失败，他的下场一定会很惨。可惜你现在并不打算暴露这个马甲，所以直接拒绝了2人的邀请。闲聊了会儿便转身离去。你走后，许灵扬起脸，一脸神气看着苏韵。怎么样？我就说韩师弟是个守信的人吧。苏韵倒是没有嘴硬，看来是我门缝里看人，把韩师弟看扁了。你的韩师弟最好了。许灵脸颊绯红。你乱说什么呢？什么我？2个月后，许灵的家仆来到你家中，邀请你前往许宅。你知道这是要邀请你前往御风城了。想到这，你示意对方先走，自己随后就到。随后开启了模拟。19岁，你接受许灵的委托，跟随商队一同前往御风城。半个月后，商队路过野外一个小村庄时，决定夜宿小村。你感觉村子里透着古怪，因为进入村子之后，元破珠积攒阴气的速度大涨。夜里，你们遭遇怪物袭击，死伤惨重。你想要逃出村子，却发现始终在原地打转。最终，你手段齐出，带着许灵一同逃出了村子。不过你也伤势不轻，虽说任务失败，折损了大量的高手，但你成功救下了许灵。元破珠积攒了大量的阴气，已经化为了纯黑色，比你最初得手时积蓄的阴气还要多。你的身体里也积攒了大量的阴气，你感觉身体有些不适。半路，
你遇到一个青山少女，她大叫一声登徒子，拔剑变刺，你因此受伤。你返回黑石城后不久，就因为体内积聚阴气过多，病死于榻上。模拟结束，你可以选择以下的其中一项。选择2，属性点+3。你的脑中冒出一个大大的问号，本来一切都已经往好的方向发展，元破珠蓄满了能量，哪里冒出来一个青山少女？你可是童子身练武，怎么就登徒子了？你眉头一挺，想到了还有一个大哥韩城，要真是韩城惹出的麻烦，那模拟中的我有够倒霉的，简直是无妄之灾。算了，先加点。你看着武学栏，心中默念一声，提升断月刀法。3个属性点下去，你的断月刀法提升到了第2层圆满。感受着体内的力量，你心中一定，模拟中的你都顺利度过难关，现在更没问题了。你整理了一下衣衫，来到位于内城区的许宅。许灵见你来了，刚开口想说邀请你一起前往御风城，你毫不犹豫地答应，让他看你的眼神不由多了点东西。5天后，30名武者跟着3架装满货物的马车缓缓走出黑石城。从黑石城到御风城，前半段基本上都是平坦的官道，比较安全，也就后半段路要翻山越岭。这天傍晚，太阳西斜，张林路站在林中的岔路口，指着东面的那条路，朝那边再走5里地，有一个小村子。你心头一动，终于来了吗？很快，一行人来到一个小山坡上，远处炊烟升起，小村落映入眼帘，一栋栋低矮的民居杂乱地分布着，一切都是那么的安静祥和。小溪边，洗衣服的妇女们率先注意到了你们一行人，见到你们佩戴着的武器，顿时停下了洗衣的动作。你走上前，我们是从黑石城来的商队，天色已晚，所以想在贵村借宿一宿，不知可否？见你身姿挺拔，俊朗不凡，村妇们顿时娇笑了起来，从中走出一位模样秀气的奴家李氏。我们这里偶尔会有行商和游侠来借宿，但是还没来过这么多人，须得经过家父同意才行。公子请跟我来。你们一行人跟着桃姑朝着村子里走去，刚刚踏入村子，你便感觉怀中的元破珠出现了一股冰凉之意，阴气开始朝着里面汇聚，你开始吸收元破珠里面的阴煞之气。很快，提示出现：阴煞之气聚集，至阴至邪之地，夜间凶险。集齐20次提示碎片，是否合成词条？集齐30次，集齐40次。很快，提示碎片便达到了45个，不再增长。你望向走在前面的桃姑，系统提示他是个正常人，真是怪了。没走一会儿，桃姑停下脚步，冲着一旁在巷子里的孩童叫了一声：“黑娃，回家吃饭了。”黑娃听到熟悉的声音，猛地一个机灵，立马挺直了身体。桃姑转身看了一眼身后的你，表情怪异。很快，3人便走到村子尽头。黑娃兴奋地跑进了屋子。爷爷，来客人啦！一个拄着拐杖的老者从屋里走了出来，他右边的裤腿空荡荡的，少了一条腿。黑娃，慢点跑，别摔着。老者露出慈祥的笑容，拍了拍黑娃的脑袋，目光打量着你。桃姑跟老者小声嘀咕了阵子，老者转身对你拱手：“各位好汉，村子里的青壮年都去参军打仗了，余下都是妇幼。为了避免惊扰到其他村民，只能请各位在我家将就一晚了。”张林路抱拳道：“能有个地方歇脚就很不错了，打扰了。”说着，他吩咐武者们把马车上装着的货物搬到院子里。你见众人在忙，自己找了个角落，将注意力放到了系统面板上。当前余额黄金32两。来之前，你将攒下的银子都充了进去。你心中默念一声，开始模拟。19岁，你跟随商队夜宿桃源村，你主动选择职业。意外突然发生，你们遭遇怪物袭击，商队的其他武者感觉全身发冷，实力大减。在怪物的袭击下，你们死伤惨重，一些武者为了自己逃命，甚至砍伤身边同伴的腿，让他们被怪物分食。最终，你以轻伤的代价带着许灵逃出村子，你的身体里也积攒了大量的阴气。半路，你遇到一个青山少女，她大叫一声登徒子，拔剑变刺，你尽力解释，对方却胡搅蛮缠。情急之下，你爆发圣灵风气，一刀砍死了少女。与此同时，一名白衣女子出现，一剑将你杀死。模拟结束，你可以选择以下的其中一项。选择2，属性点+3。你暗啐了一声靠，真麻烦。你冲着肩膀上的冰鱼鸟嘱咐道：“玉娘，你去天上看看，要是有人靠近就通知我。”玉娘自从吃饱之后，也恢复了变化成鸟的能力。这次出来，你也将她来了出来。爸爸 boy。玉娘应了一声，振翅飞向天空，俯瞰整个村子。你看着系统面板，心中默念一声，提升断月刀法。武学栏上面的文字随之发生变化。尽力。看着新增的功法特效，你整个人为之一愣。再练血进一次练血，便能领悟尽力。说出去绝对让人惊掉下巴。继续模拟。19岁，你跟随商队夜宿桃源村，你依靠断月刀法达到练血进一次气血突破阶段，并初步掌握劲力。经过一番激战，你带着许灵和重伤的冯潇逃出村子。你虽然消耗大量真气，但并没有受伤，只是斩杀怪物让你的体内阴气聚集，身体有些不适。你们逃到山中躲了起来，原地休整。第2天天亮，你让许灵和冯潇先走，自己单独去探查一下桃源村。许灵担心你的安危，将随身携带的剩余疗伤丹药都给了你。你返回桃源村时，遇到了青衣少女，你轻松将她击败。此时，白衣女子出现，对你发动攻击。情急之下，你全力使用拔剑术，一剑将她消手。然而，白衣女子却伸手接住了头，重新放回了脖子上，表示炼脏境以下无法伤她。你一番解释下，青衣少女明白认错人了，向你道歉。白衣女子也没有对你出手。两人离开后，你调息了大半天，服用了许灵给的丹药，恢复了元气。傍晚，
当你赶到桃源村时，发现桃姑等人竟然在村口洗衣服，而且一副根本没有见过你的样子。为了一探究竟，入夜后你潜入了村子，再次遭遇怪物袭击。你斩杀怪物之后，原破珠积蓄了更多的阴气。你按照之前的方法逃出了村子，然后进入山中休息了一夜。第3天天亮，你再次前往桃源村，桃姑等人依旧在村口洗衣服，并且还是不认识你。入夜，你又一次潜入桃源村，还是那批怪物。原破珠又积蓄了一波阴气。出村休息后，你决定在桃源村继续积蓄阴气，看看原破珠的上限在哪里。第4天天亮，当你前往桃源村时，却发现整个村子已经空了。为了一探究竟，你一直等到了天黑，只不过你没有等到桃姑，反而等到了青衣少女。青衣少女似乎对你很感兴趣，缠着你询问待在这里的原因。你随便找个理由搪塞过去。很快，白衣女子出现，要带青衣少女离开。此时邪气四溢，妖魔出现，对你发动攻击，你完全不是对手，重伤倒地。青衣少女央求白衣女子救你，结果全部被妖魔反杀。妖魔从你身上发现了原破珠，于是将你的手脚折断，使用酷刑逼问你的来历，最后将你一口吞下。你死了。你面色一变，好家伙，砍头不死，妖魔现身，这还是我认识的武道世界吗？模拟结束，你可以选择以下的其中一项。选项2，属性点+5。看着系统面板中的养生诀，你心中默念提升养生诀，身体强度增加了一些，寿命又增加了20年。算上突破炼血境增加的20年寿命，我的气血巅峰期已经比很多武者的总体寿命还要长了。原破珠恐怕比你想象的还要珍贵得多，否则也不至于让强大的妖魔都垂涎。就在这时，玉娘飞回，示意你有人靠近了。你见状，出了土坯房，朝着村长陈六家走去。好刀法。走到陈六家的院子外时，你听到里面传来叫好声。一个青年武者正站在院子的空地上，将手中一柄拖刀舞得虎虎生风。吃饭了。不一会儿，桃姑通知众人吃饭。一行人进入主屋，桃姑和黑娃端着盛满饼子的盘子放到了桌子上。你从怀中掏出银针，一一扎进了盘子里的饼中。见银针没有任何变化，你冲陈六笑了笑，老丈不好意思了，出门在外，谨慎为上。小哥客气了，可以理解。陈六摆了摆手，拿起一块饼子就往嘴里塞。桃姑见状，也拿起一块饼子递给黑娃，母子2人吃了起来。韩兄，你也太怕了吧？就是小心过了就是猥琐了。几名武者忍不住出言讥讽。你笑了笑，拿起一块饼子便朝着院子里走去。我出去吃。刚走到门口，你冲着许灵招了招手，许师姐，你过来一下，我有事情找你。走出院子之后，你将许灵带到村子边缘的废弃土坯房中，掏出自带的肉干与他分食。许灵只当你是谨慎，笑了笑，和你一起吃起了干粮。吃完干粮后，你嘱咐他晚上一起值夜，他听后面色微红的答应下来。回到陈六家，天色完全黑了下来。众人先后就寝，你来到院子里的石墩上坐下。许灵冲着你点点头之后，在你身旁坐下。不一会儿，4个屋子里都响起了呼噜声。夜色渐浓，院子里除了风声，一切如常。就在这时，最右边的一个屋子的门打开，王子明穿着礼衣走了出来。看到你和许灵一起值夜，他朝你们点了点头，随后朝着茅房走去。王子明离开后，你继续闭目养神。许灵困得直点头，这些天一直赶路，他也没睡好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许灵的头靠在你的肩膀上，进入了梦乡。突然，你感觉原本已经停止吸纳阴气的原破珠又有了变化。空气中阴气开始增加了，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，院子里原本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全部都消失了。你心头一紧，拍了拍许灵的脸蛋，将她唤醒。韩师弟，许灵睡眼惺忪，出事了！你拉着许灵冲进了屋子里，你用力地摇晃着里面的武者，却发现他们身体僵硬发冷，如同死猪一样，根本没有任何反应。你猛地一巴掌甩在了张林路的脸上，对方脸颊顿时肿胀了起来。哎呦！你压低了声音，张大人，快起来！其他人都昏迷了。随后挨个叫醒服务，通过身体接触，你发现这些武者体内竟然都积聚了阴气。众人从昏昏沉沉中醒来，你注意到王子明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到了门口。皎白的月光下，王子明整个人就像是芭蕾舞者一样，脚尖点地，身体紧绷。孩童嬉笑的声音突然响起，你心中一寒。王子明的身后探出一个脑袋，正是黑娃。大哥哥来陪。不等他说完，你一把抓起放在床头的拖刀，朝着黑娃的头就扑哧，利器入肉。黑娃戏谑的声音响起，大哥哥下手真狠呐！与此同时，他矮小的身影急剧膨胀，短瞬间便超过了3米，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肌肉堆叠起来的肉山。不好玩，我不玩了，我有点饿了。黑娃拍了拍肚子，说罢，他将身前的王子明囫囵吞入。房间内的武者被吓得魂不附体。你凝神看向黑娃，煞尸，怨气与阴煞之气结合的产物，白天与常人无异，惧怕火星劲力，阳性真气，弱点是头。一旁，张林路取出一杆长枪，挺枪便朝着黑娃刺去。去死！黑娃手一拍，仅凭一双肉便将张林路震退回去。我缠住这怪物，快去叫醒其他供奉！张林路冲着身后吼道。其他5名武者听后，从窗户翻了出去。你没走，只是将许灵护在身后。黑娃把房门两边用力一撑，将大门两边的墙壁扒开，身体挤进了房间之中。见此，张林路心生惧意，得走。他纵身一跃，从窗户翻了出去。黑娃一头撞烂墙壁也冲了出来，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。你带着许灵纵身跃起，跟你拼了！现阵势！张林路全身气血翻涌，乌黑的长枪被一层血气红光笼罩，狠狠刺了出去。砰！长枪被黑娃一拳打弯，张林路在巨背的影响下直接震飞出去。黑娃击倒张林路之后，并没有补刀，而是转头望向了你和许灵。站住！许灵满脸惧色，但他没有逃跑，反而抽刀挡在你的身前。大
大哥哥留在这里陪我们吧，我和我娘都很喜欢你的。黑娃的脸上露出了天真可爱的笑容。你按住准备出手的许灵，抽出腰间的寒霜刀，朝着黑娃走去。交给我来处理。通过刚才的观察，你已经基本摸清了黑娃的路子。除了力量很大，肉体防御力夸张以外，速度不算太快，也没有类似使毒的特殊手段，不难对付。大哥哥，你要陪我玩吗？你让我砍2刀，我就陪你玩。说着，你一刀劈出，浪蝶式搭配断月镜，一道银白色的绚烂刀光闪过，利器入肉的声音响起。黑娃低头一看，只见他的双拳从中间被切开，而且伤口还染上了一层青白色的真气，正不断阻止着拳头的愈合。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一股令他惊惧的力量。好疼啊！我呀！黑娃竟直接往地上一坐，如同孩童一般撒泼，嚎啕大哭。娘，有人欺负我！众人看着眼前的一幕，皆是一愣。你张林路见此情形，直接昏了过去。许灵也被这一幕给惊呆了。连练血境武者都打不过的怪物，竟然被韩师弟打哭了。谁敢欺负我儿子？陶布的声音从隔壁的房间响起。各位吃了奴家的肉，想走可没那么容易，留在这里陪我们不好吗？什么？你的肉？一众武者面色狂变，有人更是直接伏地呕吐了起来。话音刚落，众人只觉眼前一花，陶布的身形已经在原地消失。2声惨叫几乎同时响起，一男一女被陶布一爪封喉。他的速度之快，犹如鬼魅一般，很快地上便已经留下了10具尸体。妈呀，快跑！有几名武者已经被吓破了胆，直接翻出院墙，拔腿就跑。见此情形，你提刀便攻了上去。浪蝶式，你调动全身气血，整个人骤然加速。眼见你气势如龙，5名供奉拼死拖住陶布，猛然间爆发真气，一刀砍中陶布的脖颈。可惜还没来得及消手，便被他一双利爪抓住了刀身。一声巨响，寒霜刀从中间断裂开来，半截刀身掉落在地。韩公子，你好狠的心呐！你放弃长刀，一脚将陶布踹飞出去，同时反身出拳相击。1大1小2个拳头相撞，黑娃巨大身形竟被你一拳震退。你瞅准时机，突暴起，全力一拳击中黑娃的后背，黑娃应声倒地。立即得手之后，你抄起地上的长刀，奋力一斩，一道黑色的乌芒闪过，黑娃的脑袋便翻了架，大量的阴气朝着你汇聚而来。袁破珠迅速吸了个跑。黑娃，陶布发出凄厉的叫声，硬吃了4名炼血境供奉的攻击，动作渐渐慢。你瞅准机会，又是一刀斩下陶布的头颅，将他彻底斩杀。又一波阴气汇聚，然后被袁破珠吸收。此时院中的除了2名炼血境的供奉和许灵还能站稳，其他人几乎都瘫坐在地上。许灵捂着右肩走到你身边，韩师弟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直到此刻，他才明白你隐藏的有多深。先离开这里。听了你的话，众人纷纷爬起身，跟着向外走去。救命啊！你们刚走出院子，便听到一阵哭喊声。刚才逃跑的几个武者狼狈地跑了回来，身后追着的正是白天的妇女和孩童。见状，你松开抓着许灵的手，飞身上前，对着最前面的妇女就是一拳。很快，大片怪物围了上来。你气血充足，劲力加深，养生真气似乎对这些怪物有极强的克制作用，使得你拳脚的威力丝毫不逊色于刀剑。你在怪物群中大杀四方，很少有能挡住你2拳的怪物。快离开这里！剩下10几名武者又倒下几人，没用的，出不去。我们不管跑到哪儿，都会回到这里。就在此时，一早放出去的玉娘飞了回来，落到了你的肩膀上。韩大哥，你为什么在村子里绕圈子啊？通过血脉联系，你听懂了玉娘的话，忍不住开口道：“你能找到出去的路吗？”见状，你大声道：“跟我走！”随后拉住许灵就跑。其他人见状，赶忙跟上。跑到一半的时候，你突然右转，朝着面前的墙壁撞去，眼见就要一头撞上墙壁，你的身体直接穿透过去。其他人也不再犹豫，全力冲刺过去。当许灵再次睁开眼睛时，已经和你出现在了村口的位置。30多人进去，眼下活着出来的不足10人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先离开这里。众人离开桃源村，往山林中转移，找到一间破庙栖身。系统面板出现提示：你们先休息一下，我去外面找点柴火生火。韩师弟注意安全。放心，我很快就回来。你点点头，跑出了破庙。你心中默念一声，开始模拟。19岁，你接受许灵的委托，跟随商队一同前往御风城。经过一番激战，你带着众人逃出村子。你们逃到山中躲了起来，原地休整。第2天天亮，你单独回到桃源村，遇到了青衣少女。晚上，你又刷了一波桃源村的煞尸和血尸。第3天晚上，你刷完煞尸和血尸后，直接启程返回黑石城。还没走多远，又碰到了青衣少女，她表示要跟你同行，你断然拒绝。青衣少女再次向你道歉，说她名叫季白薇，是出自10大神兵世家之一季家。因为韩城抛弃了他堂姐，导致他堂姐修炼真功破境时走火入魔而死，所以他才偷跑出来找韩城报仇。随后白衣女子出现，表示要跟你单独谈谈。白衣女子自称季竹林，是季家派来保护季白薇的护卫。她告诉你，其实韩城已死，季家不会找你的麻烦，只不过需要你帮助季白薇磨练心智。季竹林承诺事后会给你一些好处。考虑到双方的巨大实力差距，你欣然应允，不过没有返回黑石城，而是带着季白薇前往御风城一带游历。半个月后，你提出分开，季白薇要你再陪她5天，你只好答应。5天后，你们经过一处饱受山贼蹂躏的村庄，季白薇提出要行侠仗义，你拒绝了，独自动身返回黑风城。半路，季竹林出现，告知你季白薇被山贼擒获，随后给了你一笔钱，让你2选1，帮忙或拿钱。你毫不犹豫选择了钱。回城后，张家、苏家的人找上了你，你按照约定好的说辞打发了他们。
然后继续隐藏实力修炼。20岁，你感觉修炼速度减缓，钱根本不够花，于是告知吕毅你已经突破炼血境，同时通过吕毅的关系卖出了珍藏的秘籍，一大笔钱入账。你将大部分钱购买了乌金，交给朱康胜打造兵器，同时抽空去了一趟九连山，踏平了飞龙寨。朱康胜以身训刀剑、血色刀剑著称，你发现刀剑通灵，令你提前感悟到了剑意，实力大增。21岁，你突破到2次气血，钱财消耗加剧。吕毅放出你突破炼血境的消息，一时间各方势力纷纷向你抛出橄榄枝，最终你按照约定选择了许家，同时答应在李家挂名。22岁，你乔装打扮前往御风城黑市，意外遭遇炼境武师偷袭，你用拔剑术杀死了对方，但你气血大损，身负重伤。在吕毅的资源支持下，你的伤势在半年后恢复。年底，吕毅将吕应轩许配给你。23岁，你突破到3次气血。24岁，你成功入晋，跟吕应轩成婚。成婚当晚，季白薇现身，质问你当年为什么不救他。你正欲解释，季白薇悍然出手，你完全不是对手，被他打伤。此时，吕应轩出手击退了季白薇，结果引得旧伤复发。25岁，吕应轩替你生下一女后，撒手人寰。同年，你说服吕毅、赵远图、许灵等人前往天州，在天州边缘小城落脚。26岁，楚国入侵云州，玉娘神秘消失，许灵突破一次气血阶段。28岁，你所在的城市经常出现人口失踪案件，一次外出时，你遭遇煞尸，受了轻伤。30岁，在吕毅的撮合下，你娶了许灵，你将养生诀交给了许灵。31岁，吕毅卧病在床，身体日衰，许灵为你生下一子，你取名韩淼。40岁，你炼境大成，尝试突破炼脏宗师境，失败。42岁，你的女儿韩念轩成功入晋，你将养生诀交给了她。45岁，云州陷落。48岁，你的养生诀第3层圆满，你再次尝试突破炼脏境，失败。韩淼达到2次气血突破。50岁，紫燕军收服云州，为齐楚三国混战，吕毅离世。同年，韩念轩踏入炼脏宗师境，前往天州武院求学。51岁，韩淼成功入晋，与赵远图小女儿成亲。同年，你的孙子韩延出生。53岁，许灵入晋失败，气血大损。59岁，许灵病逝，你没有再娶。韩延资质太差，你开始用药材替他改善根骨。61岁，韩念轩养生诀第3层圆满，炼脏大成，进入众星阁所列麒麟榜前20，获得参加中州试炼的资格。最终，他在试炼中位列第9，得到一枚能够提升根骨、增加突破凝煞境概率的造化丹。韩念轩要将造化丹送给你，你拒绝了。62岁，韩念轩踏入凝煞武圣之境，你整日教导孙子练武。70岁，得益于养生诀，你的身体依旧硬朗。75岁，韩淼突破炼脏境。76岁，往生剑产生剑灵，你一时往生剑，韩淼不是你的对手。100岁，你感觉精力大幅度下降，韩念轩凝煞大成。111岁，元破珠紫光大作，你的意识被吸入，出现在一处宫殿之中，你发现还有其他人的存在。1个月后，韩家被灭门，你被一只蓝白色的巨鸟追走。半月后，一柄青铜钺从天而降，你死了。模拟结束，你可以选择以下的其中一项。看着模拟中的信息，你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。这是你模拟中活得最长的一次，因此部分人生记忆对你未来的帮助显然会更大。念及此处，你直接选择第3项。选择结束后，你的眼前如同过电影一般出现了画面，不一会儿就到了你修炼武学的画面。随着画面中的你武学精进，属性栏也发生了变化，大量琐碎的日常记忆一扫而过。很快，画面中元破珠紫光大作，你的灵魂被吸入一处神秘宫殿，大厅里矗立着36根紫红色的柱子，每一根柱子上的灵魂虚影都散发着强大的气息。寿命上限200年的小辈也敢进来，滚出去！一个冰冷刺骨的声音响起，你的灵魂被踢出了宫殿。最后，你的记忆画面定格在天空中那把巨大青铜钺上。好累，近百年的记忆太过于庞大，让你精神异常疲劳。不过也受益良多，不说白嫖了，阴煞掌、逆灵诀这2门功法，就是大量的对战经验也让你受益良多。如果我在模拟中练成神功绝学的话，倒是可以通过选项3直接获得记忆，不必为了更上乘的功法而被迫加入某个势力。你在野外捡了一些柴火，随后回到破庙。韩师弟，你回来了。先烤烤，暖暖身子。冯潇靠在墙边休息，胸口的伤口已经被包扎好了，不再渗血，但面色铁青。40阴气入体，你想了想，将手放在冯潇的胸腹位置，以纯阳之力消除他体内的剩余的阴气。注意到你掌心青白色的微光。韩师弟，你这是什么武功？想学吗？我教你啊。你教我？没事，自己人。你轻笑一声。许灵对你的心意，你能感受到。既然未来先娶了吕应轩，又娶了许灵，那何不提前行使自己的权利？这又不是蓝星小孩子才做选择题，现在他全都要。自己人，韩师弟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这样够明显了吗？许灵瞪大了眼睛，面颊和耳朵红得直欲滴血。嗨嗨！就在这时，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咳嗽声。冯潇醒了。第2天，众人简单收拾了一下，便离开了破庙，朝着黑石城的方向走去。快到黑石城附近，你让冯潇带队继续前进，自己做则是找了个由头离。桃源村还能再刷2次，虽然元破珠已经积累了大量的阴煞之气，但谁会嫌钱多？冯潇走之前告诉你，他早年间在元昌府城游历的时候听说过这种怪物。血尸、煞尸一般会固定出现在一些阴气和怨气积聚的地方，这种东西听说是无法彻底杀死的，不管杀几次，再去同样的地方都会出现。每次有这种地方出现，府城都会派出高手去处理。至于详情如何，我并不清楚。你从模拟中知道这是妖魔所为，但也不方便告诉他。
这个世界的水越来越深，让你也越发紧张起来。你走在山间小路上，刚走到山脚下，远处尘土飞扬，一匹高大神骏的白马奔驰而至。紧跟着一声交喝传来，登徒子，你心中暗道，他来了。只见一名身材娇小的少女从马背上飞身而下，腰间短剑出鞘，直刺你。你左手往腰上一带，刀鞘激射而出，朝着少女面门飞去，狠狠地扇在了少女的脸上。在下韩小瓜，不知姑娘为何突然出现，偷袭于我。韩城，别装了，你化成灰我都认识你。姑娘认识我大哥韩城，他在我6岁的时候失踪，已经13年没回过家了。你见过他吗？你真不是韩城？如果我是韩城的话，你又跟我有仇，我刚才甩过去的就应该是刀，而不是刀鞘。只见季白薇高声叫道：“灵姨，快来帮帮我！”话音刚落，路旁的树林中传来一阵沙沙声。只见一个身着白衣的女子从树顶纵身一跃，无声无息地在季白薇的身前。白薇，你不是说这次出门不依靠我吗？怎么这就叫我出来帮忙了？灵姨，我找到韩城了，但他说自己是韩城的弟弟韩小瓜，你来帮我看看他有没有易容。好。随后望着你，眼神中不禁闪过一丝惊艳。光看长相，你确实惊艳，只可惜跟韩城的天赋比起来，他觉得你这弟弟实在是弱得可怕。他不是韩城，只是有一点血脉联系而已。对不起，是我太冒失了。没关系，你也不是故意的。再说了，我也没吃什么亏，误会解开了就行了。说着，这位前辈，我大哥韩城已经失踪10几年了，不知道你们是否有他的消息？如你所见，找他是为了报仇。既然你没见过韩城，那还是不知道为好。是，那晚辈就先告辞了。随后转身离去。见你走得这么干脆，季白薇没来由的有点失落。原本还木着一张脸的季竹林见此，神情骤然一变，从怀中取出一张巴掌大小的诡异面具。这小子竟然能让白薇的情绪出现如此巨大的波动，引得七邪妇碎片斗。桃源村，少侠，今天你就在我家将就一晚吧。陈六十分热情地招呼着前来投宿的你，多谢老丈。就这样，你等到了晚上，将里面的煞尸和血尸全部杀灭。第二天晚上，你再次刷完桃源村驻地，此时的原破珠已经从黑色变为了淡紫色，而且所有的气息都全部消失了，外表看起来就像是一颗普通的琉璃珠。这次积攒的阴气，恐怕都够来个10连抽了吧。虽说模拟中明天妖魔才会赶到，但是今天白天的情况也跟上次模拟有出入。你没有跟季竹林产生激烈冲突，所以既然副本已经不能刷了，还是早走为妙。只不过刚走到半路，你脚步一顿，谁？真是敏锐的小子。原来是前辈，不知道深夜来找晚辈有何指教？你身上的阴煞之气不弱，敢利用怪异去修炼武功，胆子倒是不小。怪异？什么是怪异？你连怪异都不知道？怪异可以看作是一种无法被消灭的特殊景物，不管消灭多少次，怪异都会重现，区别只是时间长短而已。你连续去了那个村子2天，里面的情况如何应该比我更清楚吧？好了，这些都是小事，你练什么武功跟我没关系。我今天来是想让你帮我一个忙。晚辈实力低微，恐怕帮不了前辈什么忙吧。能够避开这些世家之人当然最好。白薇就像是一张白纸，对外面的一切都很陌生。我要你助他磨练心智。这种事情其他人也能做到吧？也不是非得1000两。什么？3000两。前辈你误会了，晚辈不是这种人，你不要以为有钱就能让我。6000两。前辈，晚辈还有要事要办，耽误了恐会有麻烦。这个得加钱。1万两，再加一本能够提升根骨的功法。不论前辈想让我做什么，敬请吩咐。很简单，你只需要让白薇跟着你，至于做什么，只要你不杀了他，想做什么都可以。真的做什么都可以？只要他不遇到必死的危机，我不会出手。其实韩城已经死了，只不过白薇不知道而已。这次放白薇出来找你，就是季家安排的。你假装大惊失色，连忙追问：什么？我大哥已经死了？他是怎么死的？你大哥死在了神兵之下，怎么？你还想替他报仇不成？你恐怕连神兵是什么都不知道吧？你顺着他的话接茬，这神兵是就像你们武者的兵器一样，神兵就是比常规兵器强大千百万倍的武器，只不过兵器是死的，神兵是活的。活的，任你多富有、多美丽、多强大，终究敌不过时间。只要得到神兵的青睐，成为掌兵使，就能一步登天，多出数百年寿命。世间还有什么比这更诱人的呢？数百年寿命，这掌兵使是全身心侍奉神兵，将神兵的一切需求奉为第一要务，得到神兵的认可，承受得住神兵的力量，便可以成为掌兵使。按照你们武者的境界划分，掌兵使相当于神通境的武神，是站在云端的人物。神通境武神，宁煞武圣的境界。见你低着头，季竹林以为对你冲击太大，接着道：武者能达到炼脏宗师境，就是在府城中也算高手，一些中小世家也会将其奉为座上宾。至于宁煞武圣之境，已经站在一府之地的最顶端，皆是名传一州之人。中小世家的掌兵使多数也是这个层次的实力。掌兵使也分强弱，差距这么大？当然，大魏境内只有5大姓和10具氏的掌兵使能够堪比神通境，那些中小世家掌握伪神兵的掌兵使，怎么能跟我们10大神兵世家相比？这么说，神通境是不是更厉害？各有优势罢了。如今已经不是武道鼎盛之时，从大秦帝国被魏齐楚3家瓜分，天圣宗覆灭，已经过去了1000年。武者现在不过是世家的附庸而已。你心中一动，季竹林越贬低武道，越能说明武道的强大。看来大秦帝国和天圣宗都相当的厉害。季竹林话锋一转，好了，说了这么多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白薇现在就有一个成为掌兵使的机会，这是所有世家子弟梦寐以求的。只要你有这个本事，就是入赘季家，成为白薇的夫君，我们也可以接受。拉倒吧，前辈，不知道我能否先预支一些报酬，请别误会。我是想，既然要出去历练，总得花钱。我现在
在身上钱不多了，总不能露宿野外吧？酸甜苦辣都尝尝，您说是吗？季竹林应了一声，10张100两面额的银票便出现在了他的手中，递给了多谢前辈。事成之后，剩余银票和功法我会一起给你。天圣宗流出的功法，你应该知道价值吧？是，这钱来得太及时了。现在系统余额就剩下6两黄金，你都打算入境之后将摆赌场拿到黑石城卖一次了。按照跟季竹林的约定，你假装继续赶路，半路。唐公子，等一等。季姑娘，我们的之间的误会应该解除了吧？我也不知道我大哥在哪里。季白薇一副扭捏不安的样子。不是的，我是想正式向你道歉，我还想跟你。好，我接受你的道歉。我想跟你一起游历江湖，可以吗？你家长辈能答应吗？季他说要去拜访一个故友，所以让我单独行动。他说你是一个好人，让我跟着你走一段。好吧，只用了大半天的时间，你们赶到了御风城。到地方之后，你第一时间前往大通钱庄分号，换了34两黄金，随后找了一家条件不错的客栈住下。你告诉季白薇，赶了好几天路，想先休整一下。随后各自回了房间，关上房门，你立刻在心中默念一声系统充值，开始模拟。19岁，你带着季白薇前往御风城，在御风城卫士商行，你将摆赌场完整秘籍作为拍卖品拍卖，你大赚了一笔。3天后，你在药铺花费3000两银子买了10斤蛇腰肉干，随后带着季白薇离开御风城。半路上，你们遭遇一伙蒙面人劫报，其中有2名3次气血突破的高手，余下10人皆是练古境的好手。你一人独斗2名3次气血的高手，逐渐落入下风。季白薇被10几名练古境武者围攻，危急时刻，你使用拔剑术重创其中1名3次气血高手，将他斩杀，但自己也被另外1人所伤。季白薇想替你解围，却被打倒在地。生死关头，季竹林出手，将所有蒙面人全部秒杀，随后飘然离去。5天后，你们的伤势基本恢复。经过一处饱受山贼蹂躏的村庄时，季白薇提出要行侠仗义，你同意了。你们夜探黑虎寨，发现黑虎寨的寨主是2次气血突破的高手。经过3天时间的潜伏，你成功杀死黑虎寨寨主以及一众头目。在之后，你提出分别，季白薇勉强同意。半路上，季竹林出现，将剩余9000两银子以及一本名为《金刚诀》的功法交给了你。20岁，你决定修炼金刚诀。你发现修炼过程极为痛苦，犹如千刀万剐。不过为了练成后提升根骨，你以莫大的毅力坚持。你发现食用妖兽肉修炼金刚诀可以减轻痛苦，便通过许家的关系大量采购妖兽肉。21岁，成功突破2次气血阶段，气血提升的速度开始大幅度减缓。不过因为有着大量钱财作为后盾，你的修炼速度并不比1次气血阶段慢多少。22岁，你将金刚诀第1层修炼圆满，根骨获得了提升。修炼时，你发现气血提升速度超过了1次气血阶段，你大喜过望。年底，你成功突破到3次气血阶段。23岁，考虑到根骨对武学修炼的长远作用，你决定尝试修炼金刚诀第2层。你将剩下的钱全部购买妖兽肉服用。突破过程中，你的眼前出现了幻觉，直接痛得昏死过去。醒来后，你的金刚诀成功突破到第2层，但是因为幻觉和剧痛的折磨，你的精神完全失常。许灵将你接到他的宅子悉心照料，经过半年多的调理，你的状态日渐好转。24岁，你在睡梦中遭遇袭击，你死了。模拟结束，你可以选择以下的其中一项。看见可以选词条，你没有犹豫，我选1。获得词条，徒手5胜。看着词条特性，你心道：这么说，以后我的马甲就不能叫刀剑双绝了，而是刀剑拳掌腿指爪，就是7绝，7绝5胜。断月刀法和撼山拳法所修炼出来的劲力是同源的，似乎可以将2种劲力融合。有徒手5胜的词条效果，拳法、掌法、腿法、指法、爪法所修炼出来的劲力未必不能融合。御风城，你带着季白薇去了万宝阁，将摆赌场买了6000两银子。1个半月后，九连山山脚下的密林之中，韩大哥，你不能再多陪我一段时间吗？不行，我出来太长时间了，再不回去我师父会担心我。那好吧，你会来季家看我吗？这个世道太乱了，外面很危险，还是好好修炼吧。你要是有朝一日成为掌兵士，想去哪就能去哪。我太弱了，你也努力吧。我会努力修炼的。很快，季竹林出现在2人面前，他瞥了你一眼。你跟我来，你很不错，年纪轻轻，进退有据，是个聪明人。也许将来你真有机会配得上白薇。季竹林没想到你竟然能让白薇的情绪变化持续这么久。白薇的情绪化如果继续加深，很有希望能得到7邪副碎片的认可，继而打败其他几个竞争者。这样一来，季家将多出一个掌握3阶神兵的顶级掌兵士。随后他掏出90张100两面额的银票，另外还有一本金黄色封面的小册子。这是答应你的报酬，9000两银票和金刚诀。